世界准备好为难我，有什么办法？躲起来倒不如勇敢的去拥抱变化。10000次的跌落会找到起跳的方法，10000次的燃烧会绽放最绚烂烟花。如果我要着陆，就必须先有腾空的胆量。冬眠过要怎样？热爱会借我光，借给我向世界喊话的音量。别犹豫，热男热男人，在空中飞行的姿态。别害怕，张盼张盼张，去感受诗中的愉快。逆风中难免有阻力，是命运给的偏爱。在尽头会有奇迹，300米 forever。来，快请进。小芝啊，你带你朋友来客厅坐啊。芝芝，你家好大。随便坐。来，随便坐吧。坐这，坐这。美芝啊，以后有时间约你朋友去球场那边玩呗，还可以在花园里面搞一个茶会。哎，我看周阿姨的女儿就经常约朋友在一起喝下午茶呀。周阿姨女儿这么闲，都没工作吗？有啊，人家给周阿姨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上门女婿，都快生第3胎了。阿姨，我能坐您旁边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刚才说什么？周阿姨和她女婿怎么了？不关你的事。叔叔阿姨，这次来南城，没想到会来打扰2位，所以也没拿什么礼物，实在抱歉啊。不用，我们家也不缺什么。那个什么虫？扇虫，爸爸。扇虫啊！你和你妹妹都是北方人哈。那个小芝啊，没事啊，带着这兄妹俩好好在咱们南城玩一玩。感受一下咱们南城的文化啊！小芝整天在她的公寓里面画画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她哪里知道南城哪里好玩呢？谁说的？我都查好攻略了，我会带他们去的。我是看你这么大人了，待人接物一点礼数都没有，想帮帮你。谢谢妈妈。阿姨没事的，啊，那个小芝不知道的地方我知道，而且我们年轻人自己玩自在一些。哎，谢谢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跟小芝一定能带他们玩得特别好的。这不就辛苦我们一鸣了吗？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是啊，阿姨，芝芝又能干又独立，我们肯定能安排好的，您就不用操心了。好啊，你们要是自己能玩得高兴，阿姨就开心了。我煲了点汤，准备了几个小菜，大家别客气啊。走，吃饭。小周，吃饭。走，阿姨。哎呀，好久没喝到这汤了。我呢，不是说好了让我学一学吗？有的是机会，你要常来啊。花椒，哈，今天可真是赚到了。对，我找人弄了点老椒，今天发了，让小朋友们尝一尝啊。你们刚刚从冰天雪地的地方过来，喝点这个花椒螺片猪骨汤，好好补一补。特别是你们2个女孩子，多喝一点养颜美肤的。我刚才已经喝水喝饱了。哎呀，这个花椒汤可亮了，特别好喝。山虫、珊珊，你俩多喝一点啊！我就先开动了。趁热喝，冷了味道就不好了。多喝点。谢谢阿姨，还有一直的事情，谢谢你二哥，谢谢芝芝啦。别客气嘛，交给我，我是专业的，放心啊。是啊，一鸣他医院的骨科可是数1数2的，这一点你就放心好了。对，快过年了，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早点啊把移植搞定，以后啊行动就方便了。你说年纪这么小，天天坐轮椅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哎，我这个腿它其实就是老毛病了，之前滑雪太卖劲儿了给摔的，但是也算是为梦想牺牲了。滑雪摔的？那这滑雪也太危险了吧？
未知你以后不许滑雪了啊！妈，他们都是职业运动员，要进入国家队的那种。我只是个菜鸟，和他们不一样。阿姨，您放心，单崇是专业的滑雪教练，小芝没问题的。哦，你是滑雪教练呢？嗯，我跟未知就是滑雪的时候认识的，我是他教练。哦，单崇其实特别谦虚，他都没跟您说他技术有多好。他上次遇到雪崩，他都雪崩？啊，你们还遇到雪崩了？遇上一个小小的雪崩，不过好在我们没有在现场。哎呀，吓死爸爸了！哎，对，上次呢，其实我想说，雪崩的新闻。那摔跤总会有的吧？天天在雪上，不会永远不摔跤吧？是不是啊，教练？是。想学滑雪，不可能不摔跤。但我们有那个小乌龟屁垫，它可以保护我不受伤哦。乌龟屁垫，这么危险的运动，还要靠它过日子，真挺不容易的。那你这1个月，哎妈，主要看学生多少吧。单崇不一样，单崇特别优秀，也特别厉害啊，他桃李满天下。像我这种啊没有天赋的去报他的课啊，他都不会教我的。还挑学生啊？那这个收入……哎，我们家小芝这体育也不怎么样啊，她有什么天赋吗？被你挑上了？他不算瘦，重心也比较稳。重心比较稳。小姑娘嘛，不用太瘦，只要干干净净的、大大方方的就行了。不像男孩子，虽说不能大富大贵，但起码得稳定吧，要不然这以后养家糊口都成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这一点，我们一鸣就很优秀了。哎呦，阿姨，您这样说我都有点害羞了。其实单崇也很优秀，您知道吗？他有可能还能再回国家队，为国争光啊！哦，再回国家队啊，这么厉害？就这么厉害，他以前就是国家队的。那他为什么又离开国家队了呢？哎呀，这说到底啊，这运动员还是吃青春饭的，不像做医生，一旦进入体系，那都是一步一步向上走，越老越香，是不是啊，一鸣？其实也没有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医生也有转行的，而且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，现在人工智能也越来越完善了。他甚至……那一鸣，我问你啊，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，你会去当滑雪教练吗？倒也不会，主要还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天分，没有这个进国家队的资格。如果我真滑了，也不一定能入选，我也不能为国争光啊。那进了又能怎么样？国家队人那么多，还能人人都拿金牌啊？单崇可以，我相信，只要单崇重回国家队，一定可以拿金牌的。我也相信他，我看过单崇滑雪，他也一定能拿金牌的。小伙子，有骨气。如果能进国家队，拿冠军为国争光，那也算是人中龙凤了，真的。来，叔叔看好你，为你早日进国家队干一个。谢谢。来，哎呀，喝一个，这花椒汤太好喝了，还是原来的味道。小芝，你不是最爱喝这个吗？多喝点。这位。
我们聊聊。我要代表我妈对你的态度说声对不起。没事啊，我就是珊珊的哥哥，你的滑雪教练。哎呀，我也对不起。我承认，我的确没有做好正式把你介绍给他们的准备。怕我承受不住啊？当然不是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和我爸妈也不常在一起。小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在外面拼搏事业，3天2头的都不回家。我等于算得上是我家阿姨把我带大的。高3那年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回来了，但是我呢也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叛逆小孩一样，非要跟他们对着干，反而想跟他们建立起一种久违的亲情。为了讨好他们，以至于后面我想报考的美院都放弃了。但你现在不是已经在……没错，那是因为后面我进入大学之后，每天面对着我非常讨厌的东西，有一天我忽然幡然醒悟了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要为了我自己而活。我的选择，我的决定呢，也要听我自己的，哪怕他们不同意，他们反对我，我也会努力的证明给他们看的。没想到你从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。好了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刚才在饭桌上，我跟你说的那些什么金牌呀、得不得奖牌的，那都是为了堵住我妈的嘴，你可千万不要有压力啊。我妈这个人呢，她就是嘴硬心软，她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。在吗？在吗，我亲爱的哥？干嘛？突然这么恶心？我倒是要看你神游到什么时候才能理我。嗯。小心烫啊！哥，这个事儿都怪我。说什么呢？我公公正正的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他们家跟我们家差距确实挺大的。要是没有我，他爸爸妈妈对你的第一印象应该会挺好的。毕竟你长这么帅，
那说还是可以当饭吃的嘛。跟你没关系，别瞎想了。那芝芝她是怎么跟你说的吗？他跟我说，让我不要担心，说不会因为父母的意见就改变我们的关系。真的？这太帅了吧！哎，不愧是我的女神。哥，我觉得你现在开始你就放宽心，你就听芝芝跟你说的嘛。像芝芝这么好的女朋友，你这打着灯笼你也找不着啊。就是因为她太好了，所以我才不能心安理得呀。喂，单教练你好，我是未知的父亲，不知道你明天方不方便，能约你单独聊聊吗？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谢谢。叔叔，单教练，您叫我小单就行。坐吧。小单啊，今天本来小芝的妈妈呀，也想跟我一起来的，但我想我们两个大男人之间说话比较简单，我就开门见山了，你别介意啊。哎，您说。你跟我说实话啊，你跟我们家小芝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？是。叔叔，其实我这次来南城，主要是为了我妹妹的腿。我这两手空空的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才没跟您和阿姨说我和未知的关系。但绝对没有不尊重您和阿姨的意思。我是希望能够找一个更好的机会，能够当面的、认真的去拜访你们。你也不用紧张啊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还是蛮有教养的一个小孩，长得也不难看，也不能说不难看，长得还蛮帅的。应该追你的女孩子不少吧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偏偏看上了我们家小芝啊？叔叔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觉得未知是一个很善良、有勇气，而且也很优秀，在我心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。那当然，我的闺女肯定优秀了。小芝呢，从小是自己长大的，我和她妈妈太忙了，没能陪她成长，这也是我们对孩子最大的一个歉疚，也是我们这一生对小芝最大的一个遗憾。所以这孩子现在长大呢，总是在我跟他妈妈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似的。后来，因为他画漫画的事儿，居然搬出去住了。虽然我们很不愿意，但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叔叔，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您和阿姨可以支持她的梦想的话，或许你们之间……哎呀，画漫画啊，终究是给小孩子看的，那么辛苦，今后也不一定会有多大的出息。漫画是未知的梦想，他也一直在为这个梦想努力着，并且他也很有能力，现在在漫画圈里也算是小有成绩了。有梦想很好，但是喜欢做梦，能当饭吃吗？你们年轻人想飞想自由，我特别理解，
但是父母最在乎的是孩子能不能过得好，不要走太多的弯路，不要吃太多的苦。尤其对一个女孩子来讲，那婚姻绝对是这辈子的头等大事，那不是儿戏啊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做父母的心，好吗？一直是在西城是吗？来，喝一杯。哎，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这个主要是看雪场的情况。冬天呢，主要是在北山、西城；夏天就是在南城这种有室内滑雪场的地方。够奔波的呀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这滑雪教练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啊，能干到40岁吗？你还有一个妹妹，治疗她的腿也得花不少钱吧？叔叔，我现在学生挺多的，课费也不低，供我妹妹没问题。自己赚钱还要照顾妹妹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的，叔叔。珊珊是我妹妹，我为她做什么事情都是我应该的。可能你不了解小芝，她从小娇生惯养，没吃过什么苦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没有能够陪伴她成长。你一年从南跑到北都不着家，你怎么陪伴小芝啊？我们从小就没能陪伴她，如果她找一个伴侣还不能陪伴她，我不知道这日子以后怎么过呀。您说这方面，我确实还没想那么远，但我相信小芝也会有她自己的想法，这些我们都可以商量。所以你们年轻人啊，热情上头就什么都不考虑了，是吗？叔叔，我在今天来之前，并不了解未知的家庭背景，但是我既然决定了跟他在一起，就会为了我们的未来而努力。等我处理完我妹妹的事情，我也打算回国家队了。我会拿出成绩，证明给您和阿姨看。我了解过你，知道你为国争光，成绩优异，但那都是过去了。你还想回去？你还能出成绩吗？嗯？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你打电话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刚忙完，想请你吃点好吃的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没。你把位置发给我吧，我过去找你。好，待会儿见。
大半夜叫我出来，就是帮你拎宵夜啊？不是拎宵夜，我是在请你吃宵夜。吃完东西再说话。之前在花岭的时候，你带我去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，我这是礼尚往来。这条呢是我最喜欢的海边小吃街，小乌龟，小乌龟。哇塞，好久没有看到真的小乌龟了。你看，太可爱啦！但是我觉得没有我的小乌龟可爱。放回原位啦，每张长得一样啊。小山，其实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跟小芝的妈妈意见是一样的，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有一个幸福稳定的未来的生活。这些都是你目前不能给他的。叔叔，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我真的很爱未知。您和阿姨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小山，可能对你来讲，我们是自私了一点。不过叔叔对你印象还是不错的，有担当，也有责任感。但是仅凭这一点，我和小芝的妈妈还不能把我们的宝贝女儿托付给你。开心吗？谢谢你。突然谢我什么？所有。你是不是因为担心珊珊的事，还是着急想回国家队？不要压力这么大了，你这样我会心疼的。山虫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你吗？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只是贪图眼镜布大神的美色，做做白日梦而已。后来，你就出现了。你那么毒舌，我每天都快被你气死了。但是，当我知道你就是眼镜布大神的时候，我心里竟然还有点小窃喜。后来呢，我就渐渐地发现了你的很多优点。你做事情认真，专业也很好，很有上进心，对朋友啊，对家人都特别的有责任感。关键是，对我也很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说那么多了，我对你肯定就是一见钟情喽。我们在南城相遇，又一起去了北山，又一起去了西城，最后又回到了南城。你说，这是不是一种特别的缘分？有时候我也在想，
如果我的人生是一本漫画的话，那我故事里的男主也一定会是你。妈，是不是被我感动的说不出话了？对不起。什么对不起啊？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要去做什么？慧芝，现在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向你父亲证明我能给你幸福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向他证明？我确实什么都给不了你。我没想要什么，但我不能不想，我不能就这么心安理得地享受你的爱情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承受你父母的担忧和质疑，不管不顾我们的未来和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风险。风险？能有什么风险？慧芝，我希望我能跟你一辈子都在一起。我希望我们能昂首挺胸的牵着手走下去，不畏惧任何人的质疑。但现在的我确实没办法做到。或许在你眼里，我在雪场上无所不能，但生活不是雪场，南城从不下雪。我必须有我的担当，给我们彼此一个看得见、靠得住的未来。所以，我们暂时分开，好吗？不好。我知道，我妈对你的态度可能是有些不尊重，但我会跟她说清楚的，我会去跟她解释的，我会让她也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你不要对我说这些话，好不好？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和最短的时间，证明我能给你幸福。所以，你就因为这些事情，就能这么轻易的和我说分开？对不起。好，我尊重你。
忆在深夜落雪之后藏了很久，大师的梦被时针做旧，锁在心口，却偷偷倒流散尽的沙漏，也任由这场漂流。从今为你而驻留。就让雪之淋湿我，猜不得暖你身侧，交换皱褶，为你缝合此刻。就让雪替我静默，陪你翻涌的坠落。师傅，麻烦掉头一下。我们已经上高架了，掉头需要40多分钟。小姐，需要掉头吗？不用。回忆在深夜落雪之后藏了很久，冬眠的梦它璀璨如秋，暖在胸口。喂，江南风，单总突然说要和我分手。啊？是不是见过你爸妈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唉，该来的总是会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家有那么恐怖吗？你自己爸妈，你自己能不知道吗？可我跟他解释了呀，而且他怎么能什么都不和我交流，就直接跟我提分手呢？男人啊，都是傻子，更何况像单崇这种骨子里那么骄傲的人，又是家里的顶梁柱。这种人呢，多半都是那种心里头有再多苦，嘴上都不会说的。你这么懂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交过那么多男朋友，你给我支支招呀！我跟你谈的又不是一种男朋友。不过呢，这也反而说明他真的很在意你，很珍惜你，所以才会这么介意啊。什么意思？总之，你们俩的家庭差别是客观存在的，单崇他没有经济保障也是客观存在的。或者你俩一起努力看看喽。那我要等多久？我现在我打给他电话他都不接。我的宝贝啊，谈恋爱这种事情是要讲究机缘的，早一点晚一点都不合适。不是，我还是理解不了呀。之前我们不是都好好的吗？怎么现在突然就不合适了？那要不我去找单崇聊聊？啊，别，这毕竟还是我们俩之间的事，我还是自己解决吧。我先冷静一下。现在心里的想法，你们还会复合吗？有4个物品供你选择 ：A. 苹果 ，B. 饼干 ，C. 扑克牌 ，D. 娃娃。对方现在很矛盾，他觉得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
觉得你们的家庭环境或者性格都很不合适，但是对方心里对你还有感情，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往下走。要不要这么蠢啊？门当户对，这是前人留下的生活经验和智慧。我了，金子我，笑死！好啊，分就分呢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现在一起来学习单板滑雪前刃推坡技巧。动作要点是要用小腿顶住鞋舌，臀部收起，不要撅臀，撅臀会导致重心不稳。同时将髋关节前送，头跟视线看向前方，整个身体有向上拔高的趋势，再找那种踩油门和松油门的感觉，这就是前刃推坡。已经掌握前刃推坡后，就可以进一步学习前刃落叶飘的滑雪技巧。这里还是那个小技巧，我们的视线看向哪边，雪板就会往哪边滑行。举个例子说明啊，当主滑行脚为左脚，这时伸出左手，视线向左，自然而然就会向左侧滑行；视线向上看，则自然停止。可以再尝试一下向右的前刃落叶飘，手伸向右侧，视线跟过去，滑行，视线向上，停止。反复练习这些动作，很快就能掌握前刃推坡和前刃落叶飘。那么作为单板滑雪新手向前摔倒时应如何处理？如果你是面向山下摔倒的时候，首先要把双手放到胸前，后顺势舒展前扑，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手腕去撑雪面，这样我们的手腕会受伤。